这消息真的很震撼。卡西尼号探测器的资料显示，在小小的土卫二周围，竟然存在一张规模惊人的电磁大网，影响范围远远超出过去的想象。多年来，大家提到土卫二，首先想到的都是它喷向太空的冰柱，以及冰壳下那片神秘海洋。但基于卡西尼号档案数据的新研究告诉我们，这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卫星对土星整个磁场环境的影响，可能比我们原先估计的大得多、深得多。科学家现在发现，在土星的磁层里，居然存在一套延伸超过50万公里的庞大电磁波网络。这已经不是局部扰动，而是行星尺度的结构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哪台新探测器刚刚飞过去拍到的新画面，而是科学家用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重新读懂了老数据。这种就资料开出新结果的意义，往往非常大。在这段视频里，我们会一步一步拆开来看，这项发现到底发现了什么，它背后的物理机制是怎么运作的，以及为什么它会改变我们对土卫二和土星系统的理解。好，接下来我们就从卡西尼号留下的宇宙档案开始，把这张隐藏多年的电磁网络慢慢拼出来。这次的新发现来源于科学家对美国宇航局卡西尼号探测器在土星轨道上执行13年任务期间积累的大量数据，进行了一次更细致、更系统的重新分析。虽然卡西尼号早在2017年就已经结束任务，坠入土星大气层谢幕，但它留下的磁场、等离子体和电磁波动数据非常丰富，科学家直到今天还在持续挖掘，时不时就会冒出新的惊喜。研究团队把4种不同仪器的测量结果拼在一起交叉比对后，终于看清了一个关键事实：有一套大尺度电磁结构确实与土卫二直接相连，而不是随机噪声或偶发现象。土卫二南极一直都很热闹，那里的冰壳裂缝像一道道喷口，持续不断地把水蒸气和细小冰粒喷向太空，仿佛一座座冰火山在无声地工作。这些喷出来的物质并不会只是随便飘走，然后消失不见，它们会进一步参与土星磁层里的复杂物理过程。当这些原本中性的水分子暴露在土星周围强辐射环境里时，它们会被打掉电子，发生电离，转变成能被磁场牵引的带电粒子。接着，这些带电粒子会混入土星磁层中的等离子体流，并沿着土卫二的轨道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一个环状的物质带，形状就像一个围绕土星的甜甜圈。真正让科学家眼前一亮的，不只是这个甜甜圈本身，而是它形成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电磁反应。当土卫二在自己的轨道上穿行，不断穿过土星磁层时，这些新生成的电离物质就会和土星的磁场发生持续而强烈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不会只是搅一搅那么简单，它会激发出一种有明确结构的电磁扰动，也就是空间物理里非常重要的阿尔文波 （Alfvén wave）。这些阿尔文波会沿着磁力线像高速通道一样传播，把能量和动量输送到周围等离子体里，等于在土星磁层中建立起远距离传输的物理链路。其实更早之前的研究就已经在土卫二附近探测到一些局部磁场扰动，只是当时大家多半把它理解为靠近卫星的进场现象。但这次新的分析显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些扰动并不只发生在土卫二身边，而是延伸到了更遥远的磁层区域。相反，主要的阿尔文波结构会从土卫二一路延伸到极远距离，达到数十万到数百万公里量级，已经接近甚至可比地月距离这样的宏观尺度，完全是行星系统级别的影响范围。更关键的是，卡西尼号在多次飞掠土卫二的过程中，一共36次捕捉到这类结构的特征信号，这大大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这说明它不是偶然撞上的宇宙巧合，也不是一闪而过的短暂事件，而是一个会反复出现的真实物理现象。换句话说，这已经可以视为土星磁层环境中的一种稳定特征，像系统里长期存在
会周期性被激发的背景机制。而真正让这项研究更上一层楼的，是科学家进一步追踪了这些波形成之后会怎么演化、怎么传播、怎么反射。阿尔文波并不是生成以后就一路向外跑，很快衰减掉，它们的后续命运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也顽强得多。这些波的行为反映出土星极地附近电离层与土卫二轨道上的等离子体环之间存在持续耦合，两边像隔空对话，彼此影响。每发生一次反射，系统里就会再生出新的波结构，像回声一层层叠加，电磁图案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来回反射的波逐渐织成一张互相连通的电磁路径网络，不仅覆盖土星赤道平面的大片区域，还一路延伸到更高次纬度，像一张越织越大的磁网。最后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一次单独的波动事件，而是一套持续存在、带有清晰结构的电磁系统。它把土卫二和土星在行星尺度上真正连成了一个整体。这项发现正在改写科学家对卫星、宿主行星磁层耦合的认识。小卫星未必只是被动受影响，它也可能是主动塑造环境的重要角色。土卫二本身直径只有大约500公里，在太阳系里算不上大块头，可它对土星磁场环境的影响却能扩展到数十万公里，尺度反差非常惊人。这也提醒我们，影响范围并不只是个头大小说了算，更关键的是它能提供多少等离子体，以及这些物质如何与磁场几何结构发生耦合。在土星磁层里，等离子体整体上会随着行星磁场一起旋转，像被一台巨大的磁性传送带带着运动。当土卫二不断向这套系统补充新鲜的电离物质时，它就像往流水里加入新的成分，直接改变局部等离子体的密度、电导率以及整体响应方式。这些参数变化会触发沿磁力线传播的阿尔文波，相当于建立起一条看不见的能量通道，把土卫二和土星高层大气层连接起来。当这些波最终抵达土星电离层时，它们就能把能量输送到土星极地，影响那里的电流系统和高层大气活动。科学家过去已经在观测中确认过，与土卫二相关的局部极光特征确实存在，这说明能量耦合并不是纸上谈兵。而这项新研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给出了更清晰、更完整的机制解释，这些能量到底是如何被波携带，又如何一步步转移到极区的。也就是说，土卫二对磁场的影响绝不只是身边起涟漪，它产生的是可以向整个系统扩散的连锁反应。更准确地说，土卫二正在参与一场横跨土星磁层的动态能量交换过程，是这套系统里的活跃节点，而不是旁观者。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关键结果，不在于有没有波，而在于这些波本身长什么样，会如何在传播过程中改变结构。阿尔文波并不会一直保持平滑、整齐的形态，在传播和反射过程中，它们会逐渐长出更细尺度的湍流结构，变得像被拉扯过的纹理。这些湍流会把原本较大尺度的波分解成一条条丝状图案，使它们更容易在等离子体环与土星电离层之间来回反射，像电磁能量在复杂通道里多次弹跳。正是这种反射与再反射的过程，强化了整个电磁网络，让它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维持结构和信号，而不是很快就被耗散掉。从理论上讲，物理学家其实早就预测过，只要一个导电体嵌入到磁化等离子体流里，就应该激发阿尔文波，只是现实系统往往比课本模型复杂得多。类似的机制在木星系统也能看到，尤其是木卫一最典型，它靠猛烈的火山活动不断向外输送等离子体，对木星磁层造成非常强的影响，是经典教材案例。但问题就在这里，土卫二无论是等离子体产量还是本身体积，都明显比木卫一小得多。按传统直觉，它似乎不该掀起这么大的风浪。现在这个发现等于告诉我们，即便是较小、产出较弱的卫星，
也可能让磁层维持大范围电磁结构。这直接挑战了过去关于强影响必须靠大尺度源头的一些假设。这项结果的价值还不止土卫二本身，它等于给其他冰卫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框架，帮助科学家判断类似现象会不会在别处出现。比如木星的木卫二、木卫三都运行在非常强大的木星磁层里，它们也很可能经历类似的磁层耦合效应，只是强度、结构和表现形式可能不同。因此，把土卫二这套机制弄清楚，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准确预测其他冰卫星的空间环境，也能直接为未来任务的仪器配置和探测策略提供参考。更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的意义还可以延伸到太阳系之外，为理解那些带有强磁场的系外行星系统提供新的思路。如果遥远气态巨行星周围的卫星也会通过类似方式与行星磁场发生耦合，那么它们就可能产生可被我们探测到的无线电信号，甚至极光辐射这样的远程指纹。将来有一天，科学家也许不需要先看见那颗系外卫星本体，只要先捕捉到这类电磁信号，就能获得它存在以及周围等离子体环境的间接证据。这项发现更深层的启示在于，行星内部地质活动和外部空间物理并不是两门互不相干的学问，它们其实紧密相连，彼此牵动。土卫二喷流之所以长期活跃，背后驱动力来自潮汐加热以及次表层海洋内部的动力过程，也就是说，源头其实在它身体里面。而现在看起来，这些发生在土卫二内部的过程，竟然能一路把影响传到外部空间，甚至对土星磁层产生系统范围的作用。这也再次提醒我们，行星系统不是一堆彼此独立的天体拼盘，而是一个高度关联、层层相扣的整体环境。从任务规划角度来看，这项发现的分量也很重，因为它会直接影响未来去土卫二探测时看什么、怎么测、先测哪里。土卫二早就被科学界视为太阳系里寻找地外生命最有希望的候选地点之一，长期排在优先名单前列。它之所以这么受重视，是因为它同时具备地下海洋、复杂有机化学成分以及活跃雨流这几大关键条件，几乎是未来生命探测任务的明星目标。而这次新发现的电磁系统，又给土卫二的科学价值增加了一个全新维度。它不仅是海洋世界，还是研究行星磁层耦合的天然实验室。因此，未来去土卫二的探测器，除了传统成像设备外，还需要更先进的磁力计、等离子体分析仪，以及能够分辨细尺度电磁结构的高灵敏波动仪器。卡西尼号当年的飞掠观测，给我们的其实更像是一张张快照，看到了现象存在，但还不够连续，不足以完整追踪全过程。如果未来有专用轨道器长期驻留，它就能持续绘制土卫二相关的阿尔文翼状结构，精细测量波的反射过程，并定量评估土卫二与土星之间能量究竟如何传递，传了多少。放眼更远，2040年代一些任务构想里，已经包括以土卫二为目标的轨道器甚至着陆器，说明它在未来深空探索版图中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如果把高分辨率电磁诊断技术提前整合进这些任务，科学家就有机会在现场直接观测卡西尼号档案中推断出的耦合过程，把间接证据升级为实时测量。这项发现还会影响我们对土星空间天气的建模，因为土卫二显然不只是一个背景天体，而是会主动参与系统变化的因素。阿尔文波在磁层中传输能量和动量的过程，可能会改变等离子体循环模式，甚至影响局部辐射环境。这对任务安全和科学解释都很关键。因此，未来更准确的土星磁层模拟，必须把土卫二当作一个活跃、持续、可变的驱动源，而不是简单的边缘条件。从数据分析方法来看，这项研究也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当理论进步以后，重新回头看档案任务数据，往往能挖出当年没有看懂的大发现。卡西尼号留下的数据量极其庞大，
其中很多信息在任务结束多年后依然能不断产出新成果，这正是高质量深空任务最宝贵的长期价值。这也意味着，像木星伽利略号的历史数据，或者未来欧罗巴快船号等任务的数据，如果用类似思路重新分析，也很可能揭示出此前被忽略的大尺度电磁相互作用。这件事甚至会影响我们对宜居性的判断，因为一个世界适不适合生命，不只看海洋和化学成分，还要看它所处的空间环境有多温和或多剧烈。电磁耦合过程会改变土卫二周围的辐射环境，而辐射强弱与分布，直接关系到表面和近表层物质会经历什么样的能量轰击。辐射不仅会改写表面化学反应路径，还可能破坏、改造或影响有机化合物的保存状态，这对生命迹象判断非常关键。所以，弄清楚能量在土卫二周围是怎么循环、怎么沉积、怎么传输的，能帮助我们更准确评估未来探测器将面对的真实环境条件。最后，这项发现给行星科学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我们需要更多采用系统层面的视角，去看天体内部、表面和空间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土卫二内部的地下海洋活动会驱动喷流和宇宙喷发，这一步发生在它看不见的内部深处，却是整个故事的起点。这些雨流进入太空后，在辐射作用下会逐渐电离，变成等离子体，为后续的电磁过程不断提供原料。这些等离子体在与土星磁场发生相互作用，激发出阿尔文波等电磁结构，最终反过来重塑土星局部甚至更大范围的磁层环境。这说明从内部海洋到表面裂缝再到外部空间环境，这三层看似分开的系统，其实在物理上是紧密串联在一起的。所以，与其只把土卫二当成有海洋的卫星或会喷雨流的天体，不如更准确地说，它本身就是土星电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土卫二当然是一个迷人的海洋世界，但它的身份远不止于此。从这项研究来看，土卫二更像是土星系统里一台持续运转的电磁引擎，不断把内部活动的影响传递到更广阔的空间中。卡西尼号留下的数据正在为我们揭开一张行星尺度的波动网络，它把一颗小小的卫星与整个土星磁层连接在一起，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微小的世界竟然能在巨大的尺度上重塑周围的宇宙空间。